大家好，我是 Kenji 龍，歡迎來到我頻道。今天我們要來深度評測 DJI Neo 2，那我們就開始吧。好，那我们今天呢，我们換個場景來到這邊，那來幫大家做一下這個整體的評測。那 DJI Neo 2呢，大概跟大家講一下這次整個規格的提升。它這次其實我覺得在機身上大概有變得比較大一點，它整體的大小以目測來看，大概多了10%吧，10%至15%左右。那最大的提升，這一次主要是速度。原本之前的速度是每秒8米，大概是換算成公里的話，它是每小時28左右。這一次呢，提升到每小時43公里，那43公里的概念大概是什麼？大概就是說，如果你是騎乘自行車或騎着摩托車的話，這種中速度的跟隨，它就會比上次的跟隨來的強勁很多。這個的提升，我覺得升級上還是真的蠻有感的。所以這次的速度，因為加大了整體的速度提升之後，跟隨的效率又變得更好了。再來就是這一次最有感的提升，就是全向避障。全向避障呢，這一次除了前方有所謂的 LiDAR 還有前鏡頭的輔助之外，機身的上緣跟下緣的部分多了2顆這種魚眼鏡頭，然後去達到一個全向避障。我覺得這個感覺有點像是這樣側面看，很像是一個360攝影機的感覺。所以它是不是因為近期又出了360攝影機，它在這個鏡頭用2顆鏡頭去模擬了全景，做了避障。這個做法在 DJI 空拍機裡面還是蠻獨特的，因為以往它會有後視、側視旁邊的鏡頭去做避障，那這一次只用了2顆鏡頭跟前方的 LiDAR 就做到全向避障。我覺得這一點還是蠻酷的。那有了這種全向避障之後，以後你以往在用這種小飛機在拍，最怕的就是側面撞到。因為我們之前在拍攝上也最大問題是，只要做前跟隨，後面飛機不長眼睛的情況之下，就很容易撞到。我們也撞了蠻多次，在測試這種小飛機的情況之下。那這一次我們也會待會做這種跟隨測試，去實測它的前跟隨、側跟隨等等，去看看它現在的全向避障感覺起來是怎麼樣。那這次的傳感器呢，其實跟上次一樣，也是1/2寸。不過我覺得我自己實際在用下來，我們在做測試哦，它的1代跟2代雖然在同一顆傳感器之下，經過 DJI 調校之後，明顯還是有感覺出它的畫質還是有提升。這不知道是不是因為它鏡頭有換的關係。這次它的鏡頭啊，從之前的 f2.8 提升到 f2.2，所以在整體的進光量，我覺得相對避障或者是在低光的偵測上也會有所提升。在拍影片的部分，從之前的4K 30提升到現在4K 60，最高資源來到4K 100。不過4K 100大家留意一下，它4K 100是只有使用遙控器或者是搖桿的情況之下才有資源。因為我們上次在做測試的時候，奇怪一直找不到4K 100，那後來才發現它的官方是有說4K 100的話是必須要透過遙控器跟搖桿才能夠做使用的。所以如果你買的是單機套組的話，沒有遙控器的套組，你可能會沒辦法使用4K 100，這個你可以多留意一下。還有幾個蠻重點的提升，雲台這一次終於是雙軸了。那雙軸雲台其實在整個畫面穩定度就提升很多。在前一代呢，它是單軸的雲台，雙軸雲台在跟隨上其實比較明顯的是跟隨起來，它在運鏡的過程，畫面在透過穩定之後，看起來畫面是真的比較流暢一點，這個是我們明顯有感受到的。再來就是內存的部分，這一次一樣它是沒有支援插記憶卡的，不過它從原本的22G 提升到了49G，這個是什麼概念？我有看了一下，在拍攝當下，它的49G 拍4K 60的情況之下，竟然可以拍到1個多小時40幾分鐘。那原本的這個電池其實沒有辦法拍到那麼長的時間，所以1個小時40幾分鐘的這種拍攝時長的話，49G 的內存，事實上在實際使用上，我覺得還蠻夠用的。再來就是它沒有記憶卡的話，那怎麼樣做儲存呢？這一次也是透過它的 DJI 的 Fly 的 App， 那 Fly 的 App 呢，能夠跟它連線做即時儲存，傳達速度有來到每秒80 MB。我們實際在做測試的話，大概起來的速度，我自己在感覺有時候它會跑動態跑，大概60到80 MB 傳起來的速度是蠻快的，而且它有支援背景的傳送，也就是說你的 App 可以滑掉，在背景中傳送，
這幾次使用下來，傳輸速度我覺得是蠻快的。再來就是飛行時間，飛行時間呢，官方是說19分鐘，因為它有做一個保護獎葉，其實會造成它重量比較重，所以實際的拍攝大概是落在17。我們實際在測試，我自己在用的話，超過15、16就差不多了。所以建議這一次你再買，還是建議買暢飛套組，有個3顆電池，然後有電池管家的會比較方便。再充來講，一顆大概你刷15分鐘，然後實際用下来差不多40幾分鐘讓你做使用，我覺得這個還算方便。那官方這邊是有說，它其實一顆電池可以來20次的智慧飛行，就是說，比如說你要做一個環繞、做跟隨，大概可以20次。我覺得一般出門在外，這樣20次一顆電池來拍攝記錄、發限動啊，做一下簡單的 vlog， 我覺得是蠻夠用的。這一次也有一個蠻大的變化是，它把數位圖傳它另外多了一顆。那也就是說，如果你是買有遙控器的套件組的話，這個圖傳加上去，它會是後面有長一個小尾巴的這個配置。那如果你買的是沒有這種圖傳的話，它是沒有這個圖傳了。那這個圖傳其實整機來講，原本的重量是落在150幾克，那裝上去之後會來到160幾，那實際重量它還是在249以下，直接可以飛行的。不過大家要注意哦，如果人要去日本飛行，日本是100克哦，100克比較嚴格，所以這樣子的機子的大小，不管你有沒有裝，記得還是要做申請哦。那這個模塊的提升主要是，如果你只有單機身這樣子拍攝的話，它支援 WiFi 的圖傳，那 WiFi 圖傳透過手機只有500米的圖傳，那其實實際來講，你不要把它想成是500米，大概你抓個200-300米就差不多，因為有可能會有一些障礙物啊、大樓啊、樹啊等等，所以我覺得抓200-300米在可目視範圍飛行 OK。那加上這個圖傳模塊之後，你就可以來到10公里的圖傳。那基本上我們也不會來到10公里，大概抓個2-3公里、3-5公里看得到，比較安全。所以加上圖傳模塊之後，再加上 DJI 的這個遙控器，它就可以變成一台幾乎是感覺起來是 Mini 4等級的一台空拍機耶。因為它給我的飛行的感覺，在抗風、在拍攝上來講，有一種在飛 Mini 4的感覺，真的是很全能的一台空拍機。我來說一下我最喜歡的幾個點啊，因為我覺得我最喜歡這一次是它把這個拍攝模式又多了幾樣，跟 Neo One 又不一樣。它在 Neo 2這邊有增加了，比如說像是智能自拍，它可以幫你自己拍，還有大師鏡頭也下放了，甚至這一次的騎行跟隨也做了加強。所以整體來說，它的智能飛行的部分，整體提升有感是非常非常的多的。那再來就是一個這一次最大的一個特色。唯一有支援手掌控制飛行，它的手掌控制飛行呢，是你可以透過指向它、指揮它飛行的左右上下，然后你伸掌出來之後，它會偵測你的掌型，直接做降落。所以這個手掌的運鏡，我覺得非常方便。你出門在外，你沒有帶遙控器，你直接透過手掌，讓它的方向是在前還是在後，還是在側，甚至你可以透過2隻手。把它做遠跟近的推移，等一下來試給大家看它的手控，我覺得是這一次非常非常的亮點。這個在拍攝上真的超級方便。我們一樣來測試一下這個手掌飛行。飛行上去之後呢，你只要比出手，它就會偵測到藍色的光線，就代表它有抓到你。這時候你就可以控制它右、左、上、下。非常流暢啊，然後我們來動看比較激烈一點，上下左，非常的靈敏哦。我們來試試看看，把它拉遠，2手放開就可以拉遠，很遠很遠，然後把它拉回來，回來。結束拍攝呢，你只要把手伸出來，它會判斷你的手掌在哪裡位置。所以幾乎這個過程當中，就算你沒帶遙控器，用手掌就可以控制。這個掌控我覺得超喜歡，超方便。甚至我們之前在騎車的時候，我們等一下試看看，騎車在摩托車上直接讓它飛行跟拍 ，O 不 OK？ 我們等一下試看看。這個我想跟大家講一下，你試想一個畫面，就是說你今天騎車的旅行，
那你要拍攝，你可能就把機器把它拿出來，可能在大體上拿出來。其實我覺得它最大令我最喜歡的一個地方是，我們就不用下車了。以往的話空拍，我要下車弄電池幹嘛？我這只要抽出來，然後它感應到之後，我在這邊使用的騎行跟隨的 App， 它就可以設定到底要飛哪裡，模擬實驗是我實際出去拍攝的樣子給大家看了。好，我們現在用的是騎行跟隨前，那我們現在開始讓它飛起來。好。好，它現在開始做騎行跟隨，我覺得有點低啦。那現在這個我們就可以讓它高一點。我現在看到我前置後面就讓它平拍上來一點點，高度調整高，它就上來。所以你想一下，你的這個在拍攝這樣子創作或者是旅行記錄的過程當中，它就可以這樣做這樣即時的拍攝。不過你手不要隨便伸出去，一伸出去它就以為你要做什麼。然後我們調平拍，所以你在這邊直接可以調視角然後我們再比如就調近。它就靠近了，調遠，它就遠了。那你甚至你要讓它移到，比如說你的左側，你在這邊直接它就會移到左側這邊過來，你的畫面就在左邊，它就繞過來，你會這樣子運鏡。你想要在看風景，然後它就讓你運鏡到前面來，直接在這裡直接操作，它又運鏡過來，所以你都不用下車，你可以坐在那邊看風景，拍出這樣子的畫面。那我們到前，好，而且它可以做什麼，你知道嗎？它可以做語音控制。Hey Fly， 我在。高度調高，收到。調高了。Hey Fly， 在。距離靠近，沒問題。所以你沒辦法控制，你就可以直接用語音控制。也就是說，你如果真的沒有手，有時候你可以透過語音。語音我在測試，有時候會聽得清楚，又聽不清楚，所以你要把你講話的那個前方的語助詞再講清楚一點。我們再試一次啦。Hey Fly， 在。跟隨，從後方跟隨，收到。它直接移到後方跟隨，所以這個是語音控制哦。各位，我現在是用語音控制哦。好，那我們要開始走，直接走。所以這個拍攝的方便度大大提升，對我們這種旅行創作者超方便。走了，我們要走了。這次的背後跟隨呢，考量車速在停車場無法太快，我們移駕到外地去做測試。在外埔的稻田田園小路上，我讓它從背後的跟隨，蜿蜒的小路，它一樣能夠緊緊的抓牢着。這種的跟隨黏着度真的很不錯。你看我左彎右彎，它也會適時的加速跟減速，牢牢的抓住我，真的蠻厲害的。後來我也適當的把速度加快，來到40幾左右，它也能夠把速度拉高，緊緊的跟着我。遇到了路口的障礙物，它也都能夠安全的避開，真的是非常的聰明，也非常的安全。測試完背後跟隨之後，我發現它的能力真的是蠻強的，而且跟隨的速度也夠快，所以這真的很不錯。但是這一類的小型飛行相機最大的挑戰就是前方跟隨啊，不知道會是怎麼樣，因為他們的後方是沒有鏡頭的。我們來試看看。初步看起来，在很空曠的地方，在前方跟隨看起來是沒問題。我們來硬拍測試看看，如果前面有樹，會是怎麼樣呢？好，他現在在這個位置，來走，有沒有跟到嗎？行嗎？哇哇哇哇！我好害怕，他這邊有那個，哇，這太方便了吧！後面有樹哦，我好害怕哦！要不要捲飛機？後面有樹，閃過哇！閃過，閃過，這裡有樹，閃過嗎？哇，閃過！好，我們看前面那一棵樹，閃得過嗎？我現在距位置大概中間，後面有一棵樹，我剛看到一棵樹，後面這邊有一棵樹，不知道他閃得過，閃過，他剛好閃過第一次。避障！哇！去哪裡了？在哪裡？
啊！弄到土了。極限測試啊，各位！極限測試啊，各位！弄到土了。好，我擦一下，擦干淨一下。是的，我们又炸機了。這一台不知道會不會是全台灣第一台 Neo 2炸機的呢？回頭來看一下剛剛那個畫面，那一棵樹真的有一點暗，真的有一點黑，而且又是逆光，不知道是不是因為這樣的關係，剛好忽略掉它前面閃了好多棵樹，讓我驚奇連連。突然最後一棵沒閃過，真的有一點可惜。不過我不得不說，它這樣子的效果已經非常厲害了。這邊也提醒一下各位，全向避障並不是萬能的，還是要看環境、還有光線等等相關因素才會比較保險啊。所以如果你也想入手 DJI Neo 2的話，千萬記得一定要買 DJI Care， 2年只要749，中間有4次可以做替換，每一次撞壞掉只要829就可以換一台，超划算。這個保險的錢千萬不要省，一定要記得買。後來我們在停車場也有再試了一次前向跟隨，也來看一下這一次的測試狀況。好，試看看。Go！ 哦，有沒有閃過？有閃過，有閃過，有沒有閃過？有沒有閃過？閃過了！有沒有閃過？在測試的時候，我們還發現 DJI Neo 2能夠連接 DJI 的 Fly App。這個時候呢 ，DJI 的 Fly App 能夠收音，整合到 DJI Neo 2的影片裡面。那這一段呢，就是我搭配了 DJI 的 My Mini 收音的，所以大家也可以聽看看這樣子的收音表現如何呢？讓你的空拍影片不會只有影片，還達到了聲音的整合，我覺得還不錯哦。前面，對。好，走。哇！好了，我們結束拍攝之後，手掌出去。就可以結束這樣一次的拍攝。我覺得在騎行的拍攝上來講，提升大的方便度。騎自行車、摩托車的拍攝旅行，這一台真的是非常方便，讚。好，我們來測試一下它的這一個 FPV 模式。那這個也是我很期待，因為我真的老實說沒有真的玩過這種 FPV 的穿越機。大概你買穿越套件組，大概不到2萬塊就可以有這個眼鏡，再加上我們的 Motion 搖桿，然後整個套件組就有入門的穿越機的組合。那這個穿越機組合我自己試過，它裡面有新手模式。我的小朋友今年6歲，他自己可以拿着它玩。那因為新手模式它比較不容易撞牆，又有避障的關係，所以它真的算是一台最安全的穿越機。那我飛一次給大家看，我們在這個停車场裡面，今天早上沒有什麼人，穿越一下看看，感受一下。大家看一下，它還有支援頭部控制，所以我的頭往上、往下、左、右、上、下。這個超酷的，走，我們穿越看看，走，哇，直接飛出去了。然後它這裡面還是有可以避障的組合，哎，傳出去，傳出去，哇，哇，那你只要放開手，它就會暫停。哦，有避障，有避障，有避障，很安全。好，我們穿回來，好好玩哦。好，我們飛過來了。這個速度看起來是，哇，
很酷。然後我們過這個樹，哦，它有那個判定安全，再飛過來。哦，好，我們要穿越這個樹看看。哦，這裡有一些樹，哦，過去了，過，好刺激哦！我們上飛，哇，轉彎，旁邊就是我們的這個橋，好酷！然後我們再飛回來，好，那也看到這個是我們 H 就是我們的位置，那我們就可以回來。好，我們現在回到這個地方，好。暫停，我們找一下我們的位置，上來，下來，哇，穿過來，超級好玩！如果你想入門穿越機的話，這個 CP 值而且最安全的選擇，連小孩子都會玩，這個真的摸下去真的會上癮。你想入手穿越機的話，這個超方便，喜歡，好。這個就是體感飛行測試給大家看。好，如果你買的是暢飛套組的話，應該有個 RCN3的遙控器可以直接接着。然後呢，後面的這個圖傳裝着有10公里的圖傳，但是你也不要想有10公里啊，大概你抓個2、3公里還 OK 啦。試給大家看 4K60， 我們來飛個大景。剛剛有飛穿越機，現在來飛個大景看看。來，我們讓它起飛。起飛，返航點已刷新。這個就是最熟悉的 DJI 操控模式，也是我最常使用的。我们来飛一下旁邊的橋，有個大景，走吧。好，我們今天經過了這樣子幾天的測試下來，老實說，我來講一下整體的結論。我對它的看法其實評價蠻高的，因為我今天這一年來試了好多小型的空拍機，同業的牌子到這個 DJI，那我覺得在1、2代的升級上來講，這一代的升級真的讓我們覺得有感，因為我們有其他的朋友攝影師們用1代，他們明顯還是有感覺到跟隨的這個速度跟跟隨的這個演算法可能還不夠快。但這一代真的像我們這個測試下來，騎車走路的跟隨應該來講它是沒有問題的，演算法已經大大提升，再加上雙軸雲台的加持之下，真的是我覺得非常的棒。那我覺得 DJI 在這次策略上也真的蠻殺的。你要想一下，一台6000多塊就可以買到一台這樣跟隨的空拍機，可以用手勢控制，可以用智能語音。然後 App 的資源，你可以用手機也直接操控，也很方便。在網上花到11000就可以帶到遙控器，價格這麼殺，這一台的這個銷量，我覺得是蠻看好的，所以我對它評價蠻高的。那再加上這一次5級風的抗風，所以風大在飛行上也比較不會有太大問題。上一代的話是抗4級，這一代是抗5級，所以我覺得整體的進步非常完整。如果你想要有一台空拍機，又有穿越機又有手勢飛行、智能控制，目前這一台真的是不二選擇。所以以上的測試呢，就幫大家測試。那再加上這個避障來講，最大的心得是後視跟隨的飛行應該是沒問題。前視跟隨的話，我覺得它有保障你的避障的安全性。不過速度太快還是要小心，這是我們試下來的最後的結論。那有缺點嗎？也不是完全沒有缺點。我的感覺是，如果它的電池容量能夠再高一點，我希望未來如果 DJI 有看到的話，我希望能不能出一個高容量電池，比如說你讓它的容量增加，飛行的時間再多一點。因為如果你把它當成是大型空拍機飛出去，有時候回來一來一往，它會比較耗時間。所以我蠻建議，希望 DJI 工程師有看到，如果有一個大容量電池，我覺得很棒。再來就是我希望如果有下一代的話，我大膽的想要給一些建議。如果它能夠防水的話，我覺得會賣爆。為什麼？因為其實我們有很部分的旅行是，如果你要到海邊或者是要玩水的話，如果它可以在海上飛，下到水裡面不會有問題的話，我覺得
可能可以是下一代的考量，因為我知道同業的品牌已經有推出防水的空拍機了，再加上我其實一直很希望在雨中飛空拍，那個畫面一定是非常的衝擊，所以以上這個是我的建議啊。好啦，以上整體來說就幫大家測試了整個深度評測的畫面，希望這樣子的影片內容大家會喜歡，因為我們也花很多時間在你這個腳本拍攝測試，希望大家會喜歡這個內容。這個影片如果對你有幫助的話，記得幫我們按讚、訂閱、分享，開啟小鈴鐺就會收到新影片通知。我是 Kenji 老王，我們下支影片見，拜拜。